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相信所有 iPhone 的使用者应该都有类似的困扰，像有时候公司的主管或重要的客户，或是某些特定人士，他来电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将通话内容把它录音下来。但是呢，因为 iPhone 它并没有通话录音的功能，实际上苹果也不允许你通话录音，导致说有些重要的事项如果你在当下漏记，或是发生对方不认账的状况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你很难去跟他反驳。就算是你使用了一些有录音功能的旧的手机问题是现在很多都是用 Line 还是用 Messenger 的通话，这些软体来电的时候，你还是没办法直接录音那之前阿达在 T-Star 这个募资平台上，我就有注意到一款可以让 iPhone 实现通话录音的智慧录音卡 Proud Note， 它就可以做到什么东西都可以录。那其实可以让 iPhone 录音这件事情，老实说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创意不过这款 Proud Note 不一样的是它不但可以将通话进行录音，而且还可以透过APP 将录音的内容转录为逐字稿。不但如此它还结合了目前最流行的 ChatGPT， 可以将录音内容的逐字稿整理成重点，方便你记忆整理。在当时我就非常想败家下去，不过那个时候考虑了几件事情，就没有当场下定。第一个，因为它是国外的平台，我是怕说日后维修保护有点麻烦。那第二个呢，当时它的介绍网页，不管是范例什么，全部都是英文内容，我不确定说中文环境能不能用，或者说买来结果只有英文能用，那是糗了那第三老实说我有点预感，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可能会引进或是会有类似的产品。结果2个月过后真的让我在脸书上看到官方问卷，我就立刻填写了。厂商也刚好找我开箱，刚好趁这个机会确认一下 Proud Note 是不是有厂商自己讲那么神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把东西拿出来。这个就 Proud Note， 这么薄，厚度只有 0.29 公分它背面的触点可以搭配线材来充电传导。那这个呢，就是它标配的 MagSafe 的一个磁吸的皮套，它可以磁吸在手机背面。我自己测试，我就觉得还蛮牢固的。它也有送一个磁吸环，你如果是 Enjoy 手机只要把这个背面贴纸撕掉，直接粘在 Enjoy 手机背面，一样是可以用。那最后这个呢，就是它专用的一个磁吸传输线。那所有的配件呢，就是这样子。Proud Note 呢，它采用铝合金机身设计，相当的轻薄，但是它续航表现非常不错它可以连续录音30个小时，待机长达2个月，容量有64GB， 可以录制480个小时的音档不用3档。机身上配置有双麦克风，厂商号称可以达到 CD 的音质。在它的机身背面有一个按钮，长按不放就会开始录音，有一个 LED 灯也会开始闪烁红灯。那另外一个实体按键则是通话录音的按键，往上开出现红色区域就是电话录音模式。那往下呢，则是环境录音模式。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专门录电话，一个专门开会用的。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使用通话录音的功能，它是不能用耳机来通话的因为 Proud Note 是透过与机身紧贴，然后去录制机身共振的声音。如果你是手持或扩音都是可以录制的。但是如果你用蓝牙耳机的话，那都录不到对方的声音了，从头到尾都只有你的声音这部分是物理极限没有办法。那 Proud Note 呢，除了是一张精巧的录音卡之外它本身还能在专属 APP 中一次生成逐字重点总结功能，所以也相当适合当做会议或采访的录音机，甚至你放在口袋或塞进钱包里面也没有问题。你要夹在书里面当做密录机也很 OK。也由于录音并不是透过软体 APP 所以不管是任何的通讯软体，就算你用 Line、Messenger 或者是 WeChat， 全部都可以录，非常的方便。好，讲完实用原理之后接下来阿达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Proud Note 的逐字稿记录跟 ChatGPT 的功能。首先我们手机里面安装 Proud 的软体，那接下来我们开启蓝牙，它就会自动配对到。不过要注意的是Proud Note 它绑定手机，所以如果你想要将你的 Proud Note 呢跟其他手机重新配对使用的话，记得在 APP 里面先解除绑定之后，再重新到新装置来绑定，不然会没办法使用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我的 APP， 首先我们点击画面的左上角，这里有个连结。一般来说你只要进去之后，它就会主动去做连结配对，这边就出现我的 Proud Note。那这边因为我已经配对过，所以我只要直接连线就好。如果你休眠太久的话，你才需要做这个动作。如果你刚使用过，你就直接开 APP， 它就会连上。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显示发现新文件，就是距离上次同步之后，我们有新的录音，那我们就可以点开启同步，它就开始将里面剩下的档案透过蓝牙的方式来传到我们的手机装置里面去。那它除了用蓝牙传以外呢，
它还可以透过WiFi 来传输，用 WiFi 传输的话，速度就会快非常非常的多。它上面会写要不要高速同步，我们只要点下去，我们就开启。接下来呢，我们就连接我们的设备的 WiFi， 它自己本身就会变成一个 WiFi 热点。在这个时候呢，先直接加入，它已经在连了，装置上有一亮蓝灯，连上。那现在它就使用 WiFi 快传，传输的速度差很多哦。我自己测试过如果你用蓝牙传输的话，大概每秒是30到50 KB 而已。WiFi 不管多少档案大概1分钟以内都会传得完，那就会差很多。大家看一下，这样就传完了。用 WiFi 传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刚刚有录音的部分，它就会形成一个录音档，在这边呢就可以开始来看内容。那我直接看我之前录的几个录音好了。进来之后呢，如果我之前没有转译过，它会先进入一个转写的功能。那它会先读取里面内容。它会把原本的内容透过一个叫 Whisper 的技术，把它转成逐字档。那我们先等一下，转完了。这个是我打电话到美国客服那边的一个简单的通话内容，就上面就已经有我们的对话内容，都全部都是英文的。这样子就方便说譬如说，今天你的长官或者是你经常会开跨国会议的话，就算是英文日文都没有关系，全部都可以分辨。然后它全部把你整合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看这逐字稿内容。稍微看一下，再往回呢，然后接着你可以看 ChatGPT 这边点下去，它这边就会帮你总结我们这一次的通话内容。因为我们是英文内容，所以它就总结了英文的内容在这边。现在这个软体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说它不能让你自己设，譬如说命令，所以变成说如果你一开始录音的是英文内容的话，它不会自动帮你翻译。就变成说你自己要有基本的阅读能力，或者说你把内容复制起来之后，再用 ChatGPT 去翻译会比较好。那厂商那边表示它可能会可以加入做指令的功能也可能会做翻译，但是目前这个部分还不确定。在档案列表里面，它有通话录音备忘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去做设定的。那设定的类型只是在我们的通话录音设定这边，有没有看到场景？场景这边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说通话录音还是会议记录还是一般的记事物。它的差异其实只是差在说存在这个装置里面它的目录不同而已，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差异的。而且你本身也可以将刚刚这些录音档，它是透过时间还有时长来做记录，但是你有时候这个东西一多，你可能就忘记说这个到底那个时候在做什么。我们是可以重新命名的，将档案往左画，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重新命名。看是做什么事情，譬如说我们这个就是美国信用卡客服，这样子以后你去调资料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样子是不是更方便了呢？那另外呢，如果是中文的内容也很简单，那我现在有找一个我之前录的一个中文的内容。阿达最近有拍一个如何搭一次飞机就能拿到 JAL 的 VIP 这个部分我请我朋友大概解释一下，直接用中文录音，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们这次从台北飞东京，然后再从东京转机到澳洲，然后这一趟商务舱，台商很比较曲折离奇的飞，因为其实台北就直飞澳洲。那主要原因我们是要拿寰宇一家的一个会员制度的一个叫做蓝宝石的东西。那你有寰宇一家的蓝宝石，你就可以进。大家有看到吗？逐字稿内容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呢，有部分的名词它可能就会错误。我自己的经验是英文跟日文的准确度都蛮高的，但中文就有一些名词上同音字很容易错误。像这个里面我是要搭寰宇一家，它就变华语瑜伽。那目前这个 APP 有个问题就是说像这个错别字我们没办法修改，它写进去就写进去了，就变成说我们如果以这个内容，虽然它99%点多都是对的，问题有1%是错的，用这个内容去做 ChatGPT 的结论的话，它可能就会有点搞笑。比如说刚刚这个内容它就变华语瑜伽蓝宝石会员制度的好处。你如果把寰宇一家把它替换掉的话，这个总结都是完全的正确的。这是我就觉得目前它应该要改的。那我有建议厂商说他会列入考虑，应该我希望他会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像中文它在做整理的时候，它有时候会跑出简中，因为这个 APP 它现在还在很早期的修改，所以现在的内容只给大家做参考。那实际上好不好用就以到时候的正式版本为主。你也可以针对录音内容来自己重新命名，随便找一个档案好了，像这种11秒的就标准录错，一样可以这样子，往左画，我可以重新命名，
或者说我要直接删除。那我点删除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它会分设备内容跟本地内容。设备内容就是我们这个 Power Note， 那本地啊就是我们已经传到手机里面了。那其实如果你有买它的会员的话，它还有一个云端的备份，一次啊把这个录音档存3个地方，避免啊你如果不小心按到删除啊，它会多一份保障。我就觉得这一点还相当不错。那另外啊，在这个 APP 里面，除了我们刚刚长按这样录音以外，我们可以在连线到 APP 的时候，我们只要这样子点下录音，然后再开始录音，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远端遥控这个录音卡直接录音，你也不需要去按它。这样子的话就动作比较低调一点，也不需要再特地去操作它。接下来阿达会实测一下 Power Note 它的录音效果，然后当场辨识给大家看。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测哈，我们直接把我们的 Power Note 装到它的 MagSafe 的皮套上面，吸到我们的手机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已经套了手机壳了这样子晃它是不会下来的。当然你很大力去拨它，它是可能会掉下来。另外每个手机壳表现不一样，这要先声明一下。但是我自己使用的话，它是吸得蛮紧的。好，那接下来的测试呢，我会打电话到中华电信的客服来问一下我这个月底啊，要去欧洲玩12天，一些漫游的一些资费。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说，如果是去日本、韩国的话，我会使用台科大；但是欧洲啊、美国的话，老实讲还是中华电信比较好用。我5大电信的门号都有，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我喜欢哪一个，我通通都喜欢。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这个月底啊可能会去欧洲，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如果到时候我把我中华电信的门号带去欧洲的话，之前中华电信有个全球的漫游资费是10天990，是不是？那我去欧洲可以用这个吗？您说988全球通那个？对对对，可以啊。欧洲您要去哪几个国家？主要是大部分热门国家是有的，就大概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可以。它是988嘛它的那个10GB 的话，它是可以在10天内用完吗？还是怎么样？它就是10G 30天内，看您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就是不管我去欧洲、我去日本都可以，只要我10G 没用完，我用完可以再买吗？还是怎么样？它过期总会有简讯通知。好，那我知道了，谢谢你。不会，谢谢来电呢，这里很勤快，再见。谢谢，拜拜。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把我们内容逐字稿都全部记录下来了，相当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往下看，这个是 ChatGPT 整理的重点。他写了中华电信提供全球漫游服务，包含日本、韩国等。因为我们刚刚对话里面只有讲自己国，那全球漫游10天内用10GB 流量，30天内用完即可。那如果流量用完，他用简讯通知。那欧洲国家、意大利都可以用。那费率有990。刚刚这一段通话内容，他就帮你整理出5个重点。这个是相当实用。那如果你跟老板去对话，或老板交代的事情，是不是相当方便？那他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可以做 meeting note， 就是说如果是跟人家开会的话，他会写得很清楚。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他这边他有的时候只会显示英文的内容，虽然我们讲的是中文，但是呢，它却只显示英文的内容。那像这个，它下面也有写我们的那个中文版本，那也可以当做像那个，如果说你是学生啊，有时候怕说上课会帮晃神了，还是有的时候刚好在处理其他事情，老师讲重点没记到怎么办？他也可以帮那个老师讲的重点全部记录下来。它的 AI 降噪模式有杂音什么的，它还是一样录得非常的清楚。那它会总结那个内容。那另外它有日记比如说你如果有时候懒得打字啊，每天就对他讲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会帮你记录下来。大家可以看见课堂重点中英文都有，当做日记也可以。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厉害这个就是思维导图。那这边可以看到，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像树状图的一样的东西，那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刚刚我们测完了 iPhone 电话录音，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Enjoy 手机能不能用。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台湾之星的一个门号，我想要转到中华电信的话，中华电信的5G 资费上网吃到饱是多少钱呢？你刚才说5G 前数吃到饱的话是1399，那再上去还有哪些资费？是1399，再上去是1599、1799跟2999。那我请问一下因为我虽然不常用，但是我偶尔还是会分享热点去给我的笔电用。我按1399的话，它会限制我热点的分享流量吗？会啊，它就是 50G 的。其实你要说限制也是，其实它用完之后还是可以用，只是速度比较慢大概多慢
10M 的速度。那我是不是应该不要办5G，我继续4G 就好了？就看你的需求啦，因为如果你用5G 手机，4G 是有点可惜啦。因为我现在有一个中华4G 吃到饱了，我这样分享都很好用啊，那我升上去反而被限速，好像怪怪的。那现在因为一个月50G 的用量，看你的使用状况啊。如果你想要办4G 的话，也是可以的啦。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几个情境它的录音跟辨识效果怎么样？因为蛮长的啊，我就自己先录了几个来做测试。第一个啊，我们先是这是一个 podcast， 我录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同时有3个人在讲话，然后时间蛮长的，这总共有40几分钟。其实我没有录完哦，它总共是1个多小时。好，那我们先听其中一小段。那对我来说，其实做创作它并不是一件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种像是你必须打电，声音很清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写的东西。好，因为它这个题目它是一个 NFC 的话题。好，他是一个创作者。好，大家可以看到，好有 FAS 有密亚，一位叫阿乱的。好，他会非常清楚。好，他是做 NFC 的啊，他是做哪些事情？好。都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他这边就依照他的主题有讲，主题就是讲生成式艺术的发展与运用。好，那他就把这些重点都讲出来，好，就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们转到会议记录，好，这边也有讲，好，那个上面也写得非常清楚，我觉得相当不错，好用。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个是一样是个电话客服，就是华航这张金融卡。因为我最近有在冲里程嘛，它的一些重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它这边就有它里面写的内容，他会说里程是怎么累积啊，然后就是18块啊什么之类的，都记录得很清楚。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然后他还帮我们总结起来。华航金融卡的特点，它是一张金属卡，是黑色的，每18元就能累积1里程，依照里程来换航空公司的优惠。那如果我要搭高铁的话，只要每次付400块就好了，就可以直接升高铁。不然的话，如果是台南搭回来，要多1、2千块，那这个是相当的方便。那这个是一个英文演讲，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不过这一段内容我自己有看了，它这个其实是 iRain， 它把它弄成 iRain，所以就那一个地方有错，之后后面就全错，有点可惜。但是它总结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它除了 iRain 那边不对以外，它剩下的那模式都是讲对的。它的营运模式是怎么样？它怎么赚钱之类的？它都在高铁站啊，什么之类的都有。这一点我就觉得就相当的好用了。不过这个纯英文的内容它就没有中文翻译，这是我觉得可惜的点。看完阿达以上的测试你是不是也觉得华德 Note 实在太神奇、太好用了呢？老实说对阿达这种有采访记录需求，而且记性不太好的人来说真的非常实用，尤其是商务人士更加的好用。不过呢，目前 Pod Note 我觉得有几点还可以再改进。第一个由于它的机身过于轻薄，所以它的充电与传档都需要特殊的线材，那条不能搞丢，搞丢了就没办法充电了。不过厂商应该也会单卖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APP 有几个点觉得还是需要改进的。刚才说到的那几个 bug 我们先跳过不提我觉得辨识正确度虽然很高，90%几以上没有问题，但是在部分专有名词，它如果辨识错误的话，就会导致它总结的内容全部都有问题我是希望厂商能够加入修改文字的功能，最好能用批次修改。比如说我输入某一个词像环瑜伽，它变成瑜伽的话，那我直接输入这几个字，只要这几个字变输出来，直接换成环瑜伽，全部一起改。有这种功能的话会比较好。另外呢，虽然 Pod Note 它支援57国的语言转录文件但是它并没有提供直接翻译的功能。比如说我刚刚是英文对话的话，它就是全部都是英文内容。老实说翻译是 ChatGPT 它的拿手好戏。我会觉得如果有翻译的功能的话，那就更好用、更实用。比如说一个跨国会议的录音内容，它每一段下面再附上中文的一个翻译，总结的时候也是个中文翻译，这样子会更好一点。不然你就必须自己把逐字稿绘出来，再去喂给 ChatGPT 或 Google 翻译，我就觉得就有点可惜毕竟这个东西这么好用第四点就是目前这个系统它提供像重点摘要心智图会议总结个人日记还有课堂精华等等功能我是觉得它如果可以让使用者自己去增加指令的话譬如说你可以增加 ChatGPT 的命令，请你依照这个内容帮我写一篇多少字的报告，这样子的话它的应用面就会更广。还有一点就是说
Pod Note 在募资平台正在开始募资，预计要到年底才会出货，时间可能有点久。如果你担心的话，我就觉得大家也可以等大货出的时候再去下手。但是呢，现在买啊，价格就是相对比较优惠。我自己一定会买2组啊，自己一个自用，然后一个给我太太。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先讲清楚，这么好用的功能，它会不会收费？那厂商那边也讲说啊，只要是台湾首发募资活动的赞助者，都能享有2年免费的一个每月300分钟的 OpenAI Whisper 的一个语音转写，还有不限次数的 ChatGPT 的重点整理功能。不过啊，由于 AI 技术发展迅速啊，ChatGPT 官方的收费方式可能之后也会变动啊，比如说它可能会更高啊、更低啊，或者是根本就免费。到时候啊，厂商他们都会以赞助者的权益为优先啊。那如果有什么调整的话，他也会在官网公告。你如果担心的话，我觉得大货出了再买也 OK。以上呢就是 Pod Note 的一个开箱介绍。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样开箱，记得帮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有任何意见，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